Thank you。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，平时你用 iPad，我觉得你为什么总是要用这么多？我其实挺担心的。好，但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谁的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就是谁的问题，所以是我的问题。那今天的角色就是请你来帮我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很快的15分钟、10分钟聊开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回头就去吃烤肉。好，好吧？好，快问快答。快问快答。你平时 iPad 到底用来做些什么呀？就是大概主要分三个吧。大概1/4左右是娱乐，1/4娱乐 ，OK。然后一半是学习的，然后还有一半就是晚上听歌，大概30分钟。哦，学习能占到一半啊？啊，我最不了解的就是这个部分。你能说一下学习的话主要用些什么呢？大概学校也不是每天都有，就学校一周可能就10分钟。一周就10分钟学习？对，然后主要后面加上阅读的笔记是大概记15分钟左右吧。OK， 就每天。然后 TD 的话是看2个每天。哦，都是你自己安排的？对。我觉得这其实非常好啊，这确实可以算到学习，而且是爸爸希望你加强英语的阅读理解。用 iPad 让我担心，首先我就是时间长。我请你自己去看过 iPad 的屏幕时间嘛？你大概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上面？能不能坦诚的说一下？可以，就是2个小时左右。其实我不震惊，因为我看我自己的手机时间的话，也要每天大概要用7、8个小时的时间的手机。2个小时，那我一下就感觉放松一点了。我当你要花4、5个小时在上面。游戏看起来就是30分钟左右，也是我们说好的时间。是。OK， 我的第二个担心，你是连续的花这么长的时间，这让我担心。我开始担心你的眼睛，我会担心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力，而且会花那么长的时间，容易沉溺在里边。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道理吗？有一点吧，但是就是，我是中间就夹杂着看书，就其中也包括我想自己看的一些小说。就比如说康熙的。就是那个你是纸质的书，并非是完全屏幕。是。那你是否有这个意识，不要连续的去使用屏幕？你有这个的？你大概花多少时间的屏幕就会去放下屏幕呢？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啊？对。这非常好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你看，你有这个意识的就特别好。看来我是多余的担心了。还有一个担心，其实就是你每次做自己的事情都是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是你既不是在桌上，也不是在外边，你是在自己房间的床上，这让我可能会担心你的精神状态不够好，有一些和这种萎靡不振联系在一起。这个的确是需要加强。是吧？那你觉得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先看3个问题，现在看起来时间不是问题，对吧？这样的游戏跟学习，而且音乐方面我跟很多人不一样，我是支持你听的，你晚上听音乐睡觉没什么。这倒是真的。第二个就是总时长也控制好了。第3个就是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就会不透明嘛，不透明就容易让我担心。你觉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？你自己想想看的。这个嘛，就比如说以后你提醒我一下，然后让我不要老跑到床上去，就坐在这个台子上写。我们就坐在这儿吧，因为你一旦坐在这儿，爸爸可以陪你一起学习啊。好，那我们不就有个氛围吗？也便于交流，可以加强一些。对，我每天看到你的时间也变多了呀。我可能还有个隐忧，就是你在里面，你是不是不愿意看到我？做父母的总会有一些伤心的。这个肯定没有了。这个你长大了，你在一个，我是希望20岁的时候我们人就是朋友的，不然我的目标就实现不了了，我就很担心。这个不知道。那你觉得我对你使用 iPad 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就是我跟你的交流啊，或者行为上哪些需要改进的吗？我这个倒不是很清楚。那我们说悄悄话，你回到上海的话，那些几个老人对你使用这个 iPad 上，他们跟我比呢怎么样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格吧，就比如说一局游戏玩到中间，是没法停下来的情况下，然后就是要催促赶紧停下，换另外一个事情，或者明知道这个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玩，然后他就说5分钟啊，5分钟，就只给5分钟的时间，或者到10分钟。总是不尽兴。对，那学习弄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玩了1个多小时，他觉得不够，要7个，要一天
要至少要2/3的时间要用学习，用于学习是吧？对，后面要用于运动，然后后面10分钟可以玩，玩的很少。这个在马来语的流行语里面叫 potong steam，potong 是停止 ，steam 就是英文的 steam 蒸汽，就是蒸汽突然被停止了，cut steam， 是吗？就是不尽兴，是个流行语，是吗？新学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原来我这么大的担心，这么多的不满，我们只要改进一下平时去这个玩 iPad 的地点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样更加透明化嘛。对啊，那我有什么做得好的吗？你觉得？这首先就建立了一种互相信任吧。怎么讲？就不像我有个朋友叫他妈妈，在他使用 iPad 的时候，就必须让他待在家里面，他妈妈完全不信任他，只用 iPad 来，所以设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。就4点钟之后，就所有的 APP 都不能用。可是我也很担心啊，因为我对你是很信任。你看你自己把 Apple ID 也改掉了，不让我用家长控制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用家长控制，要用自己的 Apple ID？ 我没有干预，但是为什么？你是怎么想？怎么说呢？真实的担心说出来。你在害怕什么？不是害怕吧，就是觉得被人 control 的那种感觉不太好。就担心被 control。control 会让你感到怎么样呢？就好像被我现在就说一下一个案例嘛，上期视频也说过，就是在新加坡贴国旗的地方也要被规定。我没有恶意啊，就是单纯引用一下。这会我们问题转化了，这会是你的问题了，因为你的这个需求没有满足，这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呢？现在我自己给自己加了嘛，之前不是要求我自己加吗？然后后面也是加上了。OK， 你实际是有加的对吧？是的。我的态度就是对你完全的信任。你说你用自己的可以，你说你加上了自己的屏幕时间管理，我也觉得可以，但是呢我会偶尔抽查。如果我查到这个不让人满意的话，那我就会采取不信任的方法。这个你同意吗？同意。目前为止有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但是以前有吗？有。你小的时候？有一次有7到8个小时的是吧？让这个妈妈雷霆震怒。就我还记得呢，之前大概5、6岁的时候上一个补习班，然后它是电子的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会稍微放一些动画片，我记得就被灯给吸引住了，然后就去网上各种各样去找这个动画片。哎呦，很正常，因为人家大人也是的，刷个抖音，刷个 TikTok 就停不下来了，一直往下刷。对，这就说明网络上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大了，同时说明专注力啊、自控力这个是需要经过练习和成长的。你同意吗？同意。你有没有这种感受，自己的控制力是在变强的过程，还是在变弱的过程？有的。举个案例吗？在微信上面刷一个叫视频号的东西，然后呢就一刷就停不下来，一刷1、2小时。有几个人能停得下来 ？OK， 那你怎么增强了自己的控制力呢？有个叫发现页管理的东西，可以就先把那个界面给隐藏掉切断了这个源头。对，然后把所有的 APP，然后把所有的关于短视频的 APP 都删掉，然后隔了大概20多天，然后就完全没有这个念头了。那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是一种叫戒断的一个治疗，对自己。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强的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们的短短几分钟的聊天，爸爸完全达到目的了。第一，我不单解除了对你使用 iPad 的担心，第二呢，我还更了解到你对自我的管理，你自己能够有很好的自我控制的能力，也在不停的成长。我对你非常满意。我觉得更不能未来去更多的控制你，越是控制你，我相信你会越反弹。因为我跟妈妈也一直讲，我注意到你是一个高自尊的人，高自尊的人就要给你更多的自由。但是爸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被你信任，行为的信任。可以。我们去吃烤肉吧。走。